我们在一起快1年了，以前她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乖乖女吧，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吧，也不知道怎么了，变化特别大。我也就是好心的说了她几句，可能就跟我耍脾气，然后回老家去了。最近这段时间吧，又可能产生了一些小误会，他爸妈也不让他留在济南。我觉得我好心劝他是为了他好，然后没想到好心变成了坏事儿。我希望我能把这些事情给他解释清楚，然后让他知道我的意思，然后尽快能回到我的身边。特别害怕听到说我都是好心的，有的时候好心啊，真的办很多错事儿。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浩，25岁，来自山东，是一名业务员；女嘉宾小张，23岁，来自宁夏，是一名实习空乘。来，有请两位。愿不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呢？愿意。愿意。怎么了？你发现了什么？觉得这个乖乖女变了？以前她是就特别典型那种乖乖女吧，在家就特别听父母的话，跟我在一起了也非常听我的话。最近这段时间就变化特别大。以前她从来就不去那种夜场啊、夜店，然后最近有一次嘛，她那个晚上给我发消息说，累了一天了，想早点休息。然后电话给关机了，结果没想到她是跟她的闺蜜去了夜店。哎，她去夜店手机也关了，你是怎么知道？你跟是她的没有，是她的朋友，就是她在夜店嘛跟男生合拍的照片，是她朋友不经意间在微博上看见了，然后发给我的。我当时真的气炸了，因为我当时就是处于学校实习期，压力特别大，往很多航空公司投了简历，然后都没有消息，心情就是特别郁闷嘛，然后找朋友出去放松一下，我就跟他们去了那一次。所以这男朋友要检讨，为什么女朋友在郁闷的时候不是找你去？对啊，我最郁闷的是这里，而是找别人。就是你心情不好或者有压力的话，问自己。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呀？有一次她跟闺蜜出来吃饭，晚点的时候我去接她，我竟然看到是她跟异性朋友在一起。那是跟我闺蜜还有我闺蜜的朋友。还有在哪儿？我想问一下。是在一个火锅店。我们去吃饭。火锅店一群人吃饭，你也吃醋，行吧？这事儿过吧。但是她跟我说的是那个她跟她闺蜜去，这样她跟男生在一起吧，心里就特别不舒服。好。还有别的吗？把她送回宿舍的时候吧，我就在那个下边情侣嘛就抱了一下，然后闻到脖子上边还有耳朵后边有香水的味道。女生用香水太正常了。不是主持人，你不知道她从来都不用香水。这个就我跟她说过，因为我们当时去那个火锅城吃饭，然后火锅城就是有很多人，我们就是叫的排号，排到我们可能大概就得很长时间，1个小时吧也就，然后我们就去那个火锅城周边就商场转一转。我朋友的那些男闺蜜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时尚爱打扮一些，然后就去那个。觉得我不时尚吗？就去那个香水专柜，就是看一下香水，然后他朋友就跟我说，哎，这里面有一款挺适合你的，然后就往我的脖子上和耳朵后面那么抹了一下，想让我闻一下。然后当时我就是也挺尴尬的，我也没说什么，他就觉得我挺喜欢这个香水，就买来送给我了。这事儿较真儿，这事儿也就算了。但是这姑娘还是挺老实的，人都跟你说了前因后果了，没骗你是吧？但是我就特别不喜欢，有点不太舒服这个可以不舒服啊。还有什么让你更不舒服的吗？再就是情人节的时候，他喜欢吃海鲜和很多零食嘛，我就给他买了挺多的，然后跑到他宿舍楼下等他。大远处的时候就看到他跟他的室友嘻嘻哈哈的就一块往宿舍楼走了，我还站在旁边呢，都没看到我。哎，我跟我朋友走，那走到楼底下我们就上去了，意思我还眺望一下，我看谁啊？我不是你一般的人呢，我是你男朋友啊。那你来之前又没跟我说呀？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关键是我看到他手里抱了那个黄玫瑰。就之前我那个女性朋友的男闺蜜嘛，不是送给我一个香水吗？我也不想欠人家，我就想着就叫他一块儿吃个饭，就把我的女性
性朋友还有她的那个男闺蜜都叫了，人家是四川那边的人，我想着就是请人家吃个川菜，因为就是我的皮肤比较敏感，我一吃辣就吃多了容易就过敏红红的，然后人家就觉得哎呀挺抱歉的，让我一个姑娘就是脸上可能不太好看哈，然后给我买了束玫瑰花，因为黄玫瑰好像是道歉嘛，黄玫瑰是情侣之间道歉的呀。那我没有多想，人家买那花的时候就想买束花，然后给我赔礼道歉嘛。你没有多想，万一他多想了呢？你这花收了？收了，人家说是道歉的，那我心想也没有别的什么，干嘛自己心里有鬼呢？不是这事儿，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也有点隐隐的不对了，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说发生这么多事儿吧，我们两个之间误会真的挺深的，我就把他给约出来谈了好久，因为我那个确实挺爱吃醋的，他就跟我说尽量避免跟异性就是在一起嘛，然后我就特别欣慰，因为他挺能理解我的，行，那我们就又好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发生事情。啥事儿啊？就有一次吧，我去机场接他，看见他跟一个中年男性一块出来了。那个中年男性是我们机组的领导，因为我就是好不容易找了一家航空公司，我在里面已经实习就试飞。他是我们领导，而且刚好下班的时候我们一起出来。那你想一个电梯里面又不可能你就是一个人出来。是电梯里出来的？对啊，电梯里怎么可能只有他一个女生？但是我见着领导了，理所当然我应该去跟领导打个招呼吧，我不能见着领导我当没看见呀，人家怎么想我呢？电梯里面这几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女生？就是那领导只要见到你老婆在里边，他就得出来，是吧？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电梯里边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女生？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他们两个单独出来的。单独就两人有什么不可以呢？毕竟他跟我不认识的男生走在一块儿，跟我哥们儿兄弟那倒无所谓。我觉得这很正常，他就觉得我不跟朋友的男闺蜜走了，又跟我领导在一起走了，觉得我又想干什么？那我不是在意你吗？其实我知道他就是一直就是挺关心我，也挺在乎我的。之前就是我试飞刚开始只飞夜里航班，他就是每次就等到我回到宿舍以后给他打了电话，他才就是安心睡觉，就这么晚也一直这么等着我。我就觉得心里也是挺温暖的吧。不是挺好的吗？然后就这么好，我就觉得之前的事情就已经抛开，就这么好。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在飞机上。然后遇着一个就是明星，因为就看见明星就是都挺高兴的哈，挺开心的。然后吧，我就想着，哎，下飞机了，下航班了，我给他打个电话，约他出来，然后我给他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快乐嘛。我就特别开心，我说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今天在飞机上，然后遇到谁怎么。然后我正说着呢，他就不走了。我一看他脸就阴下来了。为什么呀，哥们儿？然后他就对我说：“你是不是又对人家有想法？还是他又想对你干嘛？”这又问的我是一头雾水，我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一见面，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他遇到了什么明星啊什么。然后这不是分享挺好？你希望他跟你说什么呀？也不是说什么了，反正毕竟空姐嘛，跟一些乘客就搭讪了什么，我是比较担心他就希望满飞机坐的都是我跟于伯宏这样的长相的人。哎呀妈呀，他就放心了。出了这些事情吧，我就觉得他特别小心眼啊。我总觉得跟他在一起，如果我说了这个，他会不会怎么样？说了那个，他又会不会怎么样？就我特别累，导致我现在就什么话都不想跟他说，什么话都不想跟他说。他可倒好，他就不找我了，他找我家人，跟我家人说。不是找你家人吗？那我表姐不是我家人吗？那我只是想让你表姐帮我劝劝你啊。是我表姐是劝我，我表姐都给我妈打电话了，给我爸妈说这个事情了。我只是想好心，就是没想到变成坏事了。后果是什么呀？我爸妈就是从小就管得我特别严，听说我在这边就是去酒吧，然后半夜3更还跟一些异性接触，认为就是我可能是跟他在一起变得怎么样，然后父母现在就希望我回家那边工作，然后不要在这儿待。明白了，你在这边发展是因为他吗？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父母想让他回老家工作然后我吧工作刚刚稳定，有点起色了，我就想待在山东发展会比较好我也不喜欢异地恋，他也不喜欢。那你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希望他留在山东。明白了，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大18变，可不能越变越随便，这是老人的话。你告诉叔叔，你现在有几个男闺蜜？
因为就是我女闺蜜的她们的朋友就一个。只有一个男闺蜜。对。就送你黄玫瑰的那个。不是他，不是他。哦，那这个黄玫瑰的也算是男闺蜜。这个就已经没有什么联系，就那几次。但也是，对吧？这一点叔叔说的没错吧？还有，如果你和男闺蜜、女闺蜜大家玩迟了，你会让小浩来接你吗？会啊。他来接过吗？他那天就来了。这就说明他心中是没鬼的。你有一点我很理解，一个原来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自己为自己操心的乖乖女，她上社会了，她要自己为自己操心了，她有些迷茫，有些苦恼，所以她第一次去夜店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后来发展了这么多的男闺蜜呢，这个真的有点不大好理解。叔叔，你耳朵不太好，叔叔，人家没有是女朋友的男闺蜜。我听出来了，其实他们一伙的都成为好朋友了。关键问题，小四身边有一个醋坛子啊。你刚才也承认自己很喜欢吃醋，对吧？对。你喜欢吃哪个牌子的醋啊？就感觉他跟除了我之外的男生在一块，我就特别不舒服。我真不明白，这么帅气的现代小伙子，我不知道你是从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穿越过来。你猜？现代女孩怎么可能不和异性交往接触？真的有点不理解。一个大男人，主要是他以前吧，从来不去这种地方，然后就感觉他一直都挺乖。他长大了，他需要社会体验，需要社会去接触，这个有什么错呢？作为一个男人，我们真的不能这么的敏感过度，疑神疑鬼。你怕自己的感情被别人打劫，那你自己争气一点啊，多关心他，多包容他，多体贴他，粘上他，他的心永远在你身边的。我更可气的是，你向他的表姐去求援，结果呢，火上浇油，引火烧身。我感觉你们两个人感情上倒没什么问题，有一个今天必须搞清楚，要么一起留在山东，要么一起到营下，否则的话肯定不行。我想问个问题啊，你的朋友、你的闺蜜都知道你有这个男朋友吗？知道，他们都知道。那么他们都认识他吗？认识。那你不是说嘛，只要他跟你认识的人在一起，你不会吃醋的，对不对？她的闺蜜认识我，但是她闺蜜的那些男闺蜜不认识我。但是你都见过了，对不对？见过也有介绍给他认识吗？这个没有，但是他们的男闺蜜都知道我有对象的。但是你没有在他面前介绍给他们，说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很喜欢吃醋的男朋友，没告诉他们，所以他就觉得不舒服了。这个也能理解哦，但是有一个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你当他是家里面的狗一样，不给他放出来呢？不是说不让他出来，就是不想让他去那种场合，然后不想让他结交一些就是对他不利的。你不只是场合的问题啊，他从一个电梯出来跟那个男人出来也不行哦，然后他在飞机上碰见一个明星说两句也不行哦，那他不是很痛苦吗？他一辈子看见男人不敢说话，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压力来的。你这样上去其实没有好结果，不会把事情变得更好，只会把你们的感情变得更坏。不是所有的男闺蜜都是挂着羊头准备卖狗肉的追求者，但是有很多男闺蜜啊，对于男人来说那就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要挖墙脚。而对于女孩来说呢，的确有可能就是第一满足你的虚荣心啊，第二可能弥补一定时间内的空虚，第三有可能是找备胎的这么一个潜在的可能性。最关键的核心在哪儿呢？不在于周围的这些蜜蜂们，而在于花儿本身。花儿本身它一定是要有一个自知之明的，就是说虽然我没有过分之举，但是你不能排除对方有非分之想。包括有些暧昧的礼物的往来是坚决要禁止的，香水还允许对方喷在了你的脖子上，并且还接受了对方的花儿，甭管是什么花儿，任何人作为男朋友都会很不舒服，这点你要理解。所以说，对于有男闺蜜的女孩来说，对男闺蜜做到两点：第一，透明；第二，有分寸。
而作为有男闺蜜的女孩，对她的男友应该第一理解她的那点醋意，他不是爱你，绝不会吃醋的。第二，收敛，也就是自律。哪些事情让你的男朋友误会了，下次一定要避免，而且一定要自律，不要给男朋友误解，也不要给那些男闺蜜们误解。而这位男孩呢，你之所以这么对他是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其实来源于你呢不够自信，你不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吸引力，在吸引让他围着你转，你心里很害怕，所以你对他不信任。种种这些不信任的手段，其实越来越对他有一种排斥性，他自己一定会越来越烦你的。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话题，异地了。其实异地这件事才是真正反映你们俩问题的关键。他回家，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一定是觉得你可能不是那个他真正爱的人，你内心不够强大，他可能想躲开你了，因为你们俩知道，如果一旦异地，一定是不可能下去的。所以，到底能够不能够，你们俩还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改掉你的毛病，意味着你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意味着你不要老去管着他，不要老去猜疑。女孩呢，其实问题不大，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所以，如果你真心内心对这个男孩还是认可的，还是喜欢他的，我个人觉得不需要回家呀。为什么要放掉自己的事业，放掉自己男朋友，回到家去呢？只要男孩改掉这些小毛病就好，好吗？来，涂老师，用乖字打一个成语，知道是什么吗？叫乘人不备。乘法的乘下面去掉一个人字就是乖。我为什么这么说？乖字这个字很复杂，乖字是古今意义不一样的。在古文当中的乖，所谓的行为乖张，指的就是违背的意思，但是现在乖字变成了顺从的意思。所以说这个乖字很复杂。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说人乖者本自私，被说乖者终不乖。大概意思指的就是说，经常说别人很乖，要求别人很乖的人，多半都很自私或者是自卑。大部分说希望自己的女朋友乖乖的躲在家里，或者大部分父母说自己的孩子是个乖乖的孩子的，这样的父母是很自私的。因为被你形容成乖字的，或者是以乖的方向来培养的这个孩子或女朋友，完全就是行尸走肉，他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每天听我的话就可以了。所以说别人乖或者要求别人乖的男朋友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别人是很自私的人。而被培养成乖的人，往往为什么说终不乖，就是因为大家伙从小以来就是教会你的就是说你要乖，你要顺从我的意思，你们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想法，但一旦踏上社会有了朋友，马上你们就会有一种叛逆的想法。因为突然之间你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以前他们没有教会你如何去抵御这些事情，如何与这些人相处，所以你掌握不了分寸。比如说男闺蜜就是这样。所谓男闺蜜是什么？就是朋友之上，恋人未满，亲密无间。你最大的问题大概就在于你不知道如何抵御，如何防范，以至于掌握不了和男闺蜜之间的距离。说到底你不太成熟，你对于爱情也好，对于工作也好，对于社会也好，没有长足的了解。所以说这都怪谁呀？怪你，但更怪你的男朋友和你的父母。他们以自私的想法每天跟你说乖，顺着毛摸乖，结果呢让你自己原有的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认识全都消失殆尽。我认为你们俩不适合在一起，至少这个男人没有做好一个称职的男朋友。一个真正的称职男朋友应该把你放到生活当中去成长，他只要保驾护航，好好的去引导你，教会你如何去认知这个社会，认知这个生活，而不是把你一天到晚关起来。我不看好你们俩，就这样。我其实也不太看好，都太年轻了，他们要面对很多，他们要去相处。咱们说起来说的头头是道，退在这个年代，就这个年龄，各位你们行吗？有那么大的心吗？所以没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一段经历，只是有一点特别提醒，分寸一定要注意分寸，因为女生要学会保护自己。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们两个在一起快1年了，你也很在意我，我也很在意你。
我希望你能够留在山东，我们两个一起创造我们的未来。你也知道这一年其实真的很艰辛很不易吧。其实我是什么样的女孩，你从开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像你所怀疑的那样，其实你很清楚，只是你在你心里没有安全感而已。在听了今天老师说的话，我觉得我确实不懂得怎样与男性之间那种拒绝要果断吧。以后我想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注意，但是我跟你确实已经回不去了。请亮灯，来交换秘密。看起来是一个醋意盎然的小男生，实际这个情感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危机了。来，请关门。我们都希望那个美好的爱情能够一直是纯下去的东西，但是生活有的时候它真要给你揉很多沙子，那你没办法，你得接受。这大抵是成年之后才慢慢懂的。选择权在人自己手里。5、4、3、2、1，请开门。